东宫新开选秀，三皇子嫌我腰太软，胸脯大的像狐狸精。皇兄向来洁身自好，怎么看得上你这个小结巴？我又羞又涩，就没去参加选拔。转天，府里丢了个得宠的外室，三皇子心急如焚，亲自前去南下抓人。他说过，过了及笄年纪，再不嫁人会被抓起来杀头的。我躲起来边怕边哭，可还是被几个阴森宦官发现。当今太子对床事冷淡，左右你也无人可依，不如就入了太子宫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躲在酱缸里，连头也不敢伸出去。为首的大宦官声音尖细，耐着性子相劝：您就出来吧，当今太子殿下四海属望，东宫的男猪一赏就是一车，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呢。我死死咬着嘴唇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不去，我不去。宦官头子狡黠地围着缸绕了好几圈，脸色谄媚道：好祖宗，您是我们几个看着长大的，仔细想想，怎么忍心把姑娘您往火坑里推呢？咸涩的酱气熏得我眼泪直流，可我不敢动，连呼吸都放得极轻。我不是没做过梦的。刚进府时，我不小心地打翻了茶盏，被管事嬷嬷罚跪在雪地里。公道长阔，一眼望不到头，鹅毛大的雪花砸在我身上，丝丝缕缕的凉意直往骨缝里钻。赵景恒抱怨着太傅的课业无聊，转头就把我忘了。快冷到失去知觉时，是赵嬷嬷偷偷给我塞了2个滚烫的烤红薯。她看着我冻得通红的鼻尖，叹了口气：咱们府里这位主子性子像烈火，瞧着耀眼，靠得近了却会灼伤人。那时我年岁还小，只呆呆地望着窗外。赵景恒穿着厚厚的白狐裘，被一群工人簇拥着归来，在风雪中像一团会移动的湖火。赵嬷嬷顺着我的目光看出去，忽然又说：可我听宫里的老姐妹说，太子殿下不一样，他就像天上的明月，清清冷冷地等着姑娘摘，真不知谁有福分引得他折腰里。月亮多好啊，清清冷冷，干净，不会灼伤人。可我连话都说不利索，月亮怎么会照到我身上呢？想到这里，我蜷缩得更紧了，眼泪混进咸涩的酱汁里，又苦又涩。几个小宦官绕着酱缸围了几圈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也不知道从何劝起。为首的手里持着拂尘，轻轻叹了口气：太子毕竟宽厚，允咱家3日后再来接你入东宫，这3日时光难得，姑娘可要抓紧想开些。天界尊贵，莫再让太子殿下为难了。赵景恒临行前的话还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心上。姑要南下江南几日，你给我在府里安分点。别说姑只会吓唬你，等姑将那不听话的外室捉了回来，许你这张脸一个勾人侍奉姑的名分。他知道我幼年时就被吓破过胆子，平日里最怕这些半真半假的玩笑话。8岁那年，京城落了一场大雪，城中存粮殆尽，冻死过许多人。爹娘嫌我口吃，把我丢在了城外的破庙里。我浑身冻得发紫，快要昏过去时，是赵景恒用马鞭的柄抬起了我的脸。这小东西生得倒勾人，带回去，大了给姑当个摆件玩玩。我被带回了三皇子府，没有奴籍，却干着府里最累的杂活：洗衣、洒扫，给他的爱宠擦洗皮毛。赵景恒说他不能白养我。是以，宫里人人都知道，我是三皇子殿下捡回来的小玩意儿，夏日读书摇扇，冬日守夜添茶。一点风吹草动，一点夜雨微凉，我必然忙得脚不沾地。有时手脚慢了，惹得他不高兴，赵景恒就罚我不许用晚膳，在院子里站到深夜。连姑爱吃的口味都做不好，怪不得是个结巴，这辈子也就这点出息了。1个时辰，2个时辰，起初只是酸麻，后来像无数根钢针刺穿我的骨髓，最后是不受控制的晕了过去。人倒在院子里不好看，赵景恒毫不客气地吩咐人将我抬出去，以指气使。姑只不过是和他闹着玩玩，谁知道他真的这么没用。15岁那年，我及笄，腰肢软，胸脯大得像狐狸精，在浣衣局撩起衣裙，擦汗的样子能看呆一群大人。没能如愿跟了赵景恒，是因为他有了心爱的外室。外室姓焦，家中如今虽获罪败落，但祖上做过官，仪态清冷，拒不愿入府为妾。义，
看不起长了一副媚骨依靠男子的我。柳乐瑶靠在廊下的贵妃榻上，同赵景恒说起东宫选秀的事。殿下，您说太子殿下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满京城的贵女趴士都要挤破头了。我小心翼翼地往泥炉里添着银骨炭。赵景恒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，只轻笑了一声。皇兄向来洁身自好，不许寻常女子近身，他的品味自然是最好的，但总不至于是他这样的，话都说不利索，胆子又小得像只耗子，浑身上下只有胸脯晃得大。柳乐瑶满头的珠翠笑得叮当作响。殿下又拿他寻开心，他话都说不全，身子骨又软，去了东宫岂不是辱没了门楣？可刚入府时，赵景恒也曾对我很好，他送我一只会学舌的翠鸟，羽毛亮得像绸缎。喜欢吗？往后就让他陪着你，省得你一个人闷得慌。我把那只鸟看得比自己还重，省下自己的口粮，给他喂最好的粟米，用最干净的泉水给他清洗羽毛。可那一日，赵景恒不过在朝堂上受了太傅的斥责，便劈头盖脸地斥责我，一个结巴也配养只畜生？你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了。我着急想解释，可他猛地伸手抓过翠鸟，手上微微用力。姑能给你什么，就能毁掉什么。我没有哭，只是默默把死去的鸟轻轻抱在怀里。小小的身体逐渐冰凉，泥长般的羽毛变得灰败。不该有怨，不该表露出愤怒的情绪，也从未想过反驳。没有赵景恒，我本就该死在城外的破庙。我从酱缸里爬出来，脑海中浮现出赵景恒临走前昂起下巴，语调已有上位者的骄矜。他皱着眉头对我说，你若是离了姑，连活下去都难。赵嬷嬷快步打开门，将瑟缩的我抱在怀里，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傻阿心，老身虽然没读过几卷书，但也明白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你可要想清楚些。我决定等赵景恒3日。第1日，我收到了赵景恒从江南800里加急寄来的信。拆开那封信时，赵嬷嬷很为我高兴。三殿下终究是长过心的，一定是听闻了东宫有令，即便嘴硬，总归还是为你想过出路。真的吗？这是赵景恒第1次为我写信。我一时间忘记怎么呼吸，望着那封字迹略显潦草的信，洒金笺上还沾着点脂粉香，不难想象是主人在仓促间写成的。打开，阿心，姑已经寻到乐瑶。她性子娇柔，受了他人挑唆，思乡之情情难自禁。姑陪她在苏杭一带住下，乐瑶喜结。你将自己那间向阳的屋子腾出，用艾草好生熏上一遍，被褥尽数换新，要用云锦。乐瑶不喜北地饮食，你每日去大厨房盯着，菜品务必精细，汤羹要用文火慢炖，不得有误。乐瑶畏寒，真人将姑库房那件白狐裘找出，仔细打理，莫要沾了灰。乐瑶，乐瑶，末尾还有一行小字，墨迹更重。乐瑶娇气，姑也想与你早日归京，只是左右当以他为重，你该学会大度。短短不过半日，柳乐瑶爱吃的江南精米，爱熏的百合香，流水似的送进了府。第2日，赵景恒从江南请来几个工匠，走向我埋葬翠鸟的那片空地。管家指着那片地，对工匠们吩咐道：三殿下有令，柳姑娘喜爱秋千，命儿等在此处为柳姑娘建一座最精巧的秋千架。木料要打磨光滑，不得有半点毛刺，样式要按江南的来。我拦在工匠面前，拼命地摇头，不行，殿下许过我，这里，却被管家狠狠地一把推开。放肆，一个下人也敢拦着自己的主子，没听见是殿下的命令吗？2个粗壮的婆子一左一右死死架住我，我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铁锹落下，泥土翻飞。颤抖的指尖拂过脸庞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我在等什么呢？难道在期待等赵景恒回来发现我不在，会像找柳乐瑶一样心急如焚地找我吗？不，他不会的。我一夜未眠。第3日是东宫给的最后期限，我天还没亮就爬了起来，将裹胸的带子轻轻解开。那布条缠得太久，勒出一道道屈辱的红痕，弧度却像初春枝头最先成熟的蜜桃。
翻出箱底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素衣裙，我仔细地梳了头，又笨拙地给自己描了眉。冰冷的铜镜映着一张陌生的脸，巴掌大的脸显得一双狐狸眼格外的弯，笑时生出百媚，不笑又时清艳逼人。刚画完唇脂，门被轻轻叩响，檐下风铃清脆作响。一个衍生的小宦官低着头，双手奉上一个小小的丝绒盒子，打开是一枚硕大的南海珊瑚垂珠。姑娘，这是太子殿下赐您的。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扇朱红色的府门，朝那扇门躬了躬身。转身时，一双修长的手为我掀开厚重的车帘，用手挡在门框上沿，微微护着我的头。帘内燃着一炉沉水香，暖意融融。金炉次第天香寿。那人放下帘子，低声问，倒是想得分明，只是自此跟了姑，你可是不悔？姑那还没长大的三皇帝回来，若是见不着你，又该同姑怄脾气了。马车摇啊摇，偌大的胸脯紧紧抱着小花包袱，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展涌入肺腑。我只摇摇头，阿心不悔。江南忆，最忆是苏杭。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，何日复重游？赵景恒轻快地随歌女打着拍子，依稀记得这首词还是府上那个迂腐不堪的老太傅教他唱的。柳乐瑶学着京中贵女的样子，仪态清冷地为他烹茶，不是烫坏了嫩叶，便是未能激出茶香。楚阿心就不一样，他总是用试水的银勺碰一碰手腕，确认了温度才肯冲泡。赵景恒觉得自己好笑，一个下人把他的喜好摸索得太清楚，倒显出来自己惯着他了。一股无名火猛地窜起来，他随手将那茶往外一泼，习惯性就要发火。前些日姑让你派人往京中传的信件，他可有回信？他若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怎么敢留在府里吃白食？身后的管事茫然片刻，殿下，您说的是？赵景恒抬抬下巴，一贯的金贵骄傲。还能有谁？那个我从雪里捡回来的小丫头，天生是个低贱骨头，偏偏生了张勾魂的脸，生来就该被男人捧在手心。他其实也没觉得他有胆子忤逆，顶多是只吃得少的米虫。只要他稍稍流露出一点关切，他便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他看。回殿下还不曾有回信，想是阿心姑娘不敢劳烦殿下，正专心按您的吩咐打理府邸呢。赵景恒冷哼一声，心里的烦躁却更盛。不敢劳烦？我看是不想吧，还不派人去催。乐瑶性子娇，若是在他府上睡不安稳，保不齐又要揪着他的袖子落泪。也怪他看走了眼，没看出楚阿心这点嫉妒他人的小心思。殿下，前阵子您见阿心姑娘头上光秃秃的，赏了她一只木簪子，乐瑶姑娘瞧见后当场就给折了。这信再催，怕是又惹得一场风雨了。是了，柳乐瑶带着一群歌女哄得她高兴，到底是沉不住气。莫不是殿下想京城里的那个身姿艳俗的小结巴了？难道乐瑶还比不上她吗？如何相比？自己府里的每一寸空气似乎都沾染着楚阿心的气息，他从未在意过，就像人不会在意呼吸的空气。赵景恒忽然有些犹豫。恰在此时，一名信使匆匆赶到，呈上一封密报。赵景恒拆开，是宫里引线送来的。前些日太后闹的那场沸沸扬扬的东宫选秀，终究是没拗得过嫡亲孙子，遣散了大半。满城贵女张皇失措时，赵承渊忽然差人夺了一位不知名讳的宫女，人早就送进东宫里去了。宫中议论纷纷，说似乎是哪个府里出来的，容貌仪态俱是调养的上佳。赵景恒嗤笑一声，将信纸揉成一团。皇兄平日里满口圣贤之道，做出一副不近女色的清冷模样，我还当他真要效仿先贤，断情绝育一辈子呢。原来只是装模作样，嫌弃京中贵女不够别致，专门找个身份低微的来尝尝鲜。柳乐瑶撅起嘴，殿下还派人去寻阿心姑娘吗？赵景恒摆了摆手，轻嗅她身上的脂粉香，笑得恣意。就不寻了，姑再带你去虎丘看几日剑池，如何？他偏要让楚阿心知道，没了他，自然会有旁人顶上。还有清高美人洗手做羹汤，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实在美妙。赵景恒随手将茶盏一掷，
惊起歌女们尖叫。他俯身吻上柳乐瑶的唇，将京城那个模糊又勾人的身影彻底抛在了脑后。不似三皇子府来往宾客如云，东宫孤寂，静得像一潭深水。宫人脚步轻盈，做事井然有序，没有半点嘈杂。一路上，我微微低头，宫裙抹撒过玉阶，更如水波般漾开。教习嬷嬷于身侧提点我，太子殿下年近20，身边却连个侍奉的女子都没有，恐怕不喜女子近身。我默默记在心里。嬷嬷将我分到书房伺候，每日的工作只是研墨、焚香，偶尔打理架上的古籍。每日轮值，偶有一个身影出现，双眸狭长，玄色衣衫如明珠生辉，引得宫女们面红耳赤。那人大多数时候都在读书或处理政务，周身气息沉静如水，一连半月从不主动看我。我想，殿下政务繁忙，我只是宫中万千女子之一，早就将我忘了。1日午后，太子殿下在临摹一幅王羲之的字帖，我照旧侍立一旁，垂着眼数着自己袍角上的绣花。他忽然搁下笔，淡淡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心里一惊，猛地抬头，那双凤眸平静无波，清晰地映着我惊慌失措的脸。我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，半天挤不出一个字。我想起在三皇子府，每当这时，赵景恒都会不耐烦地打断我：“行了行了，结巴成这样，听着都费劲。”可赵成渊只是静静地等着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，似乎很有耐心。阿欣，他微微颔首，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，声音清越如玉石相击。楚阿欣，对吗？赵成渊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我因为紧张而攥得死紧的双手上，又道：“书房东侧窗下有几盆兰草，瞧着快枯了，往后便交给你照料吧。”我愣住了，奴婢吗？那几盆兰草名贵无比，是番邦进贡的素冠和鼎，听闻一株就价值千金。他扬唇道：“你不善言辞，在姑这里总是拘谨，与草木为伴，或可使你舒心。你要伴姑，往后在姑面前就不必不自在。素冠和鼎叶色墨绿，花瓣如茧，清雅幽香。”我用指尖轻触它们枯萎的叶尖，仿佛能感受到它们曾经的生机。它们很像我。赵成渊似乎真的不急，他从不干涉我，只是偶尔会从书案后抬起头，目光在我柔软的腰身上停留片刻，随即又落回书卷上。我学着从前照料翠鸟的样子，轻声同他们说话：“殿下他很喜欢你们呢。”偶有一回，我照料兰草，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笔洗，墨水洒了一地。我满心惶恐，立刻跪下请罪，满心满眼都是赵景恒掐死翠鸟时怨毒的脸，以为自己又要几天不能进食。奴婢，奴婢该死！赵成渊却只是放下手中的奏折，取来一块干净的帕子，递给我：“你喜爱兰草，姑就能赐你兰草，怎么会因为你照料兰草而责罚你？”我呆呆地接过帕子，手止不住地颤抖。自那以后，我发现自己面对太子殿下时，说话的结巴似乎减轻了些。虽偶尔还是会卡壳，但不再是完全发不出声音。1日清晨，我捧着一盆刚刚绽放的兰草，花瓣洁白如雪，香气扑鼻。我指给他看的时候，欢喜的几乎忘了自己是个结巴。殿下，兰草开花了。赵成渊看着我，凤眸的笑意更深了些。我兴高采烈地贴近他伸出的手，仰头看他，迫不及待想听他的夸赞。阿欣，你养得很好。那日晚间，赵成渊破例让我留在书房伴读，我听得入了神，不觉间靠着软榻睡着了。暖炉烧得我浑身滚烫，睡梦中呜咽着扯开了外裙，洁白的肌肤如春水般细腻。我恍如无所觉，呢喃着那人的名字：“赵殿下。”醒来时，身上多了一件带着淡淡龙涎香的衣袍，是赵成渊的。他依旧坐在书案后，烛火将他的侧影拉得很长，俊美的不似凡人。见我醒了，他并未抬头，只淡淡道：“醒了，天色已晚，回去歇息吧。”我脸颊发烫，抱着那件外袍，讷讷地站着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殿下的衣袍，披着吧，夜里凉。赵成渊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又滑向我松垮的领口，在那里停留了许久，目光渐渐幽深。姑的东宫，
不缺一件衣袍。一颗心砰砰直跳，我几乎是捧着那件外袍落荒而逃。无人知晓，东宫当夜，赵承渊遣散了书房所有轮值的宫女。狭长的凤眸隐在烛火之后，呼吸逐渐变得缓慢而沉重。寝屋内，我擦洗着身子，春桃在灯下托着腮。阿欣，你说殿下不要我们在身旁掌灯伺候，能在书房内做什么呢？那几盆兰草烟不拉几的，他从前分明看都懒得看一眼。我不敢接话，视线扫过床角仔细收叠好的外袍，他讶异道：殿下这件金线压边的玄色金蟒长服，怎的就这么给你披着回来了？莫非是他不喜欢了？如何会不喜欢呢？在东宫的这些日子，我好像做了一场梦，梦的中央是一轮皎洁的明月，令我心中慌张，脸颊更烫。江南的秋日比京城更短，柳乐瑶在苏杭一带玩得尽兴，却终究忍受不住江南阴湿的潮气。他病了一场，缠绵病榻，每日抱怨着水土不服。赵景恒起初还悉心照料，可日子一长，娇美变成了娇气。柳乐瑶瘦了很多，几乎脱了相。在他面前掉眼泪时，语调还是柔弱。殿下喜爱与乐瑶欢好，为什么乐瑶却只觉得冷冷清清？是什么变了？往日恩爱消散后，他哭闹得让自己心烦。这世上男子本就多情善变，一想到回去能见到小结巴，赵景恒的心情竟然好了几分。他想，他那个皇兄洁身自好了一辈子，听说身边也纳了新人，如今兄弟两个都找到心爱的女人，在宫中也算是双喜临门。一仗入了府门，却安静的过分。往日里，只要他回府，楚阿欣总会第一个迎出来，怯生生地跪在地上，等着他抬脚下轿。今日门口只站着战战兢兢的管家和一众仆人。赵景恒的眉心狠狠一跳，人呢？他声音发冷。管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汗如雨下。殿下，殿下息怒，那丫头，她说。赵景恒一脚踹在管家心口，他被东宫的人接走了。一瞬间，赵景恒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荒谬，可笑。自己那皇兄做出的什么好事情？反了天了！赵景恒气得浑身发抖，孤的人，谁给他的胆子敢动？他甚至来不及换下风尘仆仆的衣袍，翻身上马，直奔东宫。他的人，他捡回来的小玩意儿，就算要扔，也该由他来扔。皇兄凭什么？就凭他是个太子吗？东宫之外，金无畏拦住了他。三殿下，太子殿下正在读书，不见外客。赵景恒怒不可遏，滚开！让赵承渊出来见我。他竟直呼了兄长的名讳。宫门缓缓打开，赵承渊一袭玄色长服，缓步而出。他身形挺拔，眉目温润，真如赵嬷嬷口中那轮清冷的明月。三弟何事如此焦躁？赵景恒咬着牙，皇兄，你将我府中的人带走，是何用意？不过一个结巴丫头。皇兄若是缺人，弟弟送你10个8个伶俐的，何必夺我所好？自家皇兄的目光平静无波，落在他身上，像一片轻柔的雪。楚阿欣不是物件，何来夺你所好一说？他是孤的人。三弟错了。赵承渊声音不高，却已有了掌权者的威严。他是人，有名有姓，不是你的所有物。他既愿来东宫，孤便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。赵景恒急了，大步上前要破开这守卫，却见宫门深处一个纤细的身影一闪而过。我抱着一盆兰草从门廊后走了出来。我穿着一身浅桃色宫装，笑意嫣然，如春日里的桃花，娇美不失明艳。赵景恒第一眼居然都没认出来。他的阿欣本就是天生媚骨，他是知道的。与柳乐瑶这种姿态清冷的美人不同，她很娇艳，腰肢细软。此时换上盛装，美眸弯似皎月，周身贵气盛得逼人，也让他一时不敢确认。他远远立在那里，眼神却不看他，反而与皇兄说些什么，离得太远，听不清。但他似乎没有结巴，反倒依偎在皇兄怀里，笑得开怀。赵景恒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又闷又痛。最疼爱自己的皇兄，克己复礼的皇兄，容不得女人近身的皇兄。
准许楚阿心伏在他膝边，声色鲁莽地将额头的花钿贴在他的手心上。饶是廊下的嬷嬷在宫中待了几十年，第一回被吓得失了态，摔坏一个粗陶盆，脑子嗡嗡作响。他伸出手想说什么，却卡在嗓子眼里。阿心，他想问你如何会在这里，问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可是被皇兄逼来的东宫，可是强夺了他，为何连自己的母后都会替他张罗？口中却仿佛塞了厚重的棉花，咽下去五脏六腑都进了血。眼前的一幕让他目眦欲裂，只是一个犹豫，厚重的宫门在他眼前缓缓合上，隔绝了自己那道灼人的视线。太后的旨意比宫中流言蜚语来得更快，也更不容置喙。这位全大宴最尊贵的女子，穿着一身暗紫色的长服，却带着一股久居上位的从容。而在宫中可还住得惯？我跪在地上，连头都不敢抬，只好应是。宫中传闻，前朝侧妃不过命人在太子生母宫内暗中布置了毒蛇，想趁她生产时发难，便被太后于朝堂上一剑斩断了左臂。她端详了我许久，忽然笑了，是个好模样的孩子，难怪程渊那孩子会护着你。回太后娘娘，殿下待奴婢很好。我磕磕巴巴地回答。冯太后垂眸望着我，柔声道：程渊那孩子，母妃自生产后便去了，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哀家瞧着心疼。哀家也知道你曾是小三宫中的人，他在哀家院内跪了3日，只求将你要回来，可是令你为难。我错愕地看着他，明白他在问我有没有为难。可赵景恒却从没有替我想过，他这般来宫中要人，会将我推到什么样的境地。奴婢没什么的，只是羞愧，恐怕要给太子殿下招来非议。冯太后颔首，已然明白了我的选择。她拉起我的手，将自己腕上的一只羊脂玉镯子退了下来，又望了很久那镯子，仿佛在回忆。哀家做事绝不含糊，便是这整个东宫也不敢非议。你对程渊好，哀家与大宴都不会亏待了你。若你为他传嗣，你便是哀家心尖尖上的孩子。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恍惚着回到东宫，迎我的是赵程渊眉间的阴鸷。第一次发觉他原来如此端肃。皇祖母要你如何？在这东宫你不必为他人折腰，孤能护你。我没法回答。不过3日，我便被几个教习嬷嬷从暖阁里请了出来，沐浴熏香，换上了一身轻薄如蝉翼的绯色纱衣，面色绯红，眼含水汽，胸脯和腰际用金线绣了缠枝莲的纹样。镜中女子的妩媚让我自己都感到心惊。不知等了多久，久到身上的热气都快被这空旷的宫殿消磨殆尽时，寝殿的门被推开了。赵程渊走了进来，他只穿着一件玄色的寝衣，墨发披散下来，少了几分平日的威严。目光在触及到我的一瞬间，明显的顿住了。姑说过，在东宫无人能强迫你。那双清冷的凤眸里翻涌起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，有惊愕，有无奈，更多的却是愤怒。我紧张的几乎无法呼吸，下意识的想从床上下来，朝他行礼。殿下，阿心愿意。阿心，你不怕吗？他似乎是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很轻，带着一丝自嘲。可是姑怕。他坦诚道。他俯下身，不是吻我的唇，而是将一个极轻极珍重的吻印在了我的额头。姑怕吓着你。他哑声说，也怕你把姑当成他。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。我将脸埋在他的胸前，闷闷地说，您就是您，绝不是他。赵程渊没再说话，他只是弯腰将裹在狐裘里的我连人带背地抱了起来，轻轻放在了柔软的锦被之上。红烛的烛泪一滴滴落下，凝固在金色的烛台上。我蹙着眉间，眼角的泪来不及擦。为何月亮奔我而来？可我的月亮，它仿佛早有预谋，实在太过梦浪。传闻中清清冷冷的月亮埋在我身上，像是嗅足了我身上的香气，哑声道：姑没做过那事，今日有些不够端庄，可是伤了你。没。太医署藏着秘制药膏，明日你且用些。阿心也想应声，可是嗓子已经哑了，又变回了那个小结巴。潮水浮沉，床幔缓缓放下，
遮蔽了东宫一室春光。怡华宫内，赵景恒将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个粉碎，无人看管，整个怡华宫都是兄长的眼线。他被气得病了一场，病中他翻来覆去的做梦，梦里全是阿欣。梦到8岁那年，他从雪地里把女孩捡回来，他怯生生地攥着她的衣角，像只受惊的小鹿。梦到他笨手笨脚地给她煮茶，烫到了手，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不敢哭出声。梦到他把那只翠鸟掐死，他抱着鸟冰冷的尸体，没有哭，眼神空洞的可怕。他惊醒过来，一身冷汗。柳茵茵端着药碗进来，娇滴滴地说：“殿下，您怎么了？”可是梦魇了。他挥手打翻了药碗，滚出去。赵景恒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明明只是一个他看不上的物件而已，完了便也完了，甚至没想过给他个姬妾的名分，不过是想像往常那样玩玩，腻了就换一个，坏了就扔出去。这世道怎么了？他才是皇子，为何连一向疼爱他的皇兄都拦着他？直到那年的上元节，宫中设宴，君臣同乐。席间，微醺的赵景恒突然站了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走到大殿中央，直直地看着赵承渊身后的我。父皇，儿臣有罪。他跪了下去，声音悲怆，儿臣弄丢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，如今追悔莫及，求父皇成全。皇帝皱了皱眉，哦，你丢了何物？朕的太子素有厚德，难道还会夺妻？赵景恒的目光穿过人群，依旧固执地落在我身上。儿臣弄丢了我的心。满座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，有好奇，有探究，有怜悯。我端着酒壶的手微微发抖。赵承渊不动声色地握住了我的手腕。赵景恒瘦了很多，眼窝深陷，再不见当初的意气风发。他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跟我回去，我娶你为正妃。此生此世，只你一人。”若是15岁的我听到这句话，一定会欣喜若狂。可如今，我只觉得悲凉。我看着他，平静地开口：“三殿下，您没有弄丢任何东西，因为我从来就不曾属于过您。您捡回我的性命，这份恩情，阿欣此生不忘。但您也曾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，这份伤痛同样刻骨铭心。您喜欢的是那个对您言听计从、逆来顺受的小结巴，可他已经死在了您将翠鸟掐死的那天，死在了您为了柳乐瑶要挖平他坟冢的那天。如今活着的是太子殿下的阿欣，殿下的厚爱，阿欣受不起。”我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，清晰决绝。赵景恒怔怔地看着我，眼泪从他通红的眼眶中滚落。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，可惜太晚了。我对他拜了3拜：1拜还他救命之恩，2拜断我旧日痴念，3拜愿君此后各自安好，再不相干。大燕庆元36年春3月，雨蒙蒙，太子赵承渊继承大统，北凉王赵景恒不思恪守礼法，心性乖张，府中姬妾柳乐瑶受其凌虐，痛苦不堪。醉酒后于御花园内冒犯中宫，言语悖逆，行止无状。圣上念及手足之情，禁足怡华宫3月，不得擅出。他没有在那任何妃嫔，他说有我一个就够了。我们的皇子被立为太子，小家伙和他父亲一样，性子沉静，小小年纪便喜欢捧着书卷看。偶尔我也会想起赵景恒。赵承渊担忧我孕中受了惊扰，罕见地发了盛怒，将他远封于蜀地，成了一个闲散王爷，终身不得回京。听说他终日与酒为伴，身边再无任何女子。也有人说他府里有一座空置的院子，里面搭着一个精巧的秋千架，还种满了名贵的兰草，只是再也无人打理，任其荒芜。那些都已经是前尘往事了。我赠赵嬷嬷一座在京城养老的宅子，辅以金银财宝，感念他曾在三皇子府中挂念我的恩情。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，我靠在御花园的软榻上小憩。赵承渊处理完政务，悄悄走到我身边，为我盖上薄毯。我睁开眼，便对上他温柔的视线。吵醒你了？他低声问。我摇摇头，拉着他的手放在我的腹部。他微微一愣，
随即眼中爆发出狂喜。阿欣，我笑着点头，陛下，您又要当父亲了。他将我紧紧拥入怀中，力道大的几乎要将我揉进骨血里。朕要你与朕的孩子，做这天下最敬爱的太子。若为女儿，便是这世间最尊贵的长公主，她不必婚配，只需做她自己，享一世平安福禄。我靠在她的胸膛，听着她沉稳有力的心跳，心中一片安宁。我曾以为自己是烂在泥里的尘埃，永远见不得光。可她却将我从泥淖中捧起，擦去我满身的污浊，告诉我，我也是值得被爱的珍宝。何其有幸，此生能遇见她。那轮皎皎明月被我摘下，月照沟渠，终究也照亮我整个荒芜的人生。赵成渊番外，姑第一次注意到楚阿欣，并非是在东宫选秀，也不是在她被罚跪雪地，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午后。那日我从太傅处下课，路过三弟的府邸，恰逢他心情不悦，正对着一个下人发火。一个结巴也配养只畜生？你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了。姑看见他身前跪着一个瘦弱的女孩，怀里抱着一只羽毛翠绿的死鸟，小小的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。可她没有哭，也没有求饶，她只是死死地抱着那只鸟，那双漂亮的狐狸眼里没有怨恨，只有一片死寂的绝望。那一刻，心中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。三弟向来如此，暴躁易怒，视人命如草芥。他捡回它，不过是得了个新奇的玩意儿。姑看见他被罚不许用膳，饿到晕倒在院中，三弟却只嫌他碍眼。姑看见他被柳乐瑶当众羞辱，折断了头上唯一的木簪，他也只是默默捡起断簪，一言不发。他就像一株生在阴沟里的刃草，无论被如何践踏，都沉默地承受着一切。吾曾想过，要不要将他带走。以他当时的性子，只会觉得是从一个牢笼换到了另一个牢笼。他对吾也只有畏惧。三弟永远不会懂，姑见的京中贵女太多了，她们的仪态无可挑剔，拥有的美丽也千篇一律。宦官们去请他时，果不其然，他吓得躲进了酱缸里，哭着说不来。吾并不意外，只给了他3日时间。吾笃定三弟会让他彻底失望。那封要他为柳乐瑶腾屋子、备菜肴、熏艾草的信，三弟不过一酒囊饭袋，是姑派人加急送去江南，再借由三弟的信使送回来的。那座建在他埋葬翠鸟之地的秋千架，也是姑提醒了三弟的管家，柳乐瑶似乎喜爱此物。姑要让他看清楚，在赵景恒心中，他到底算什么。姑要让他自己斩断所有念想，心甘情愿地走向我。第3日，他来了，穿着一身素净的衣裙，描了精致的眉眼，衬得腰身细软，像一朵终于肯为自己绽放的春日桃花。姑为他掀开车帘，护着他的头，看见他眼中残存的惬意和心生的决然。姑知道姑等到了。他问姑，殿下为何对他这么好？姑没有告诉他全部的真相。回过神时，他已经含泪躺在姑的身下了。吾怕他觉得自己不过是我与三弟博弈的一枚棋子。吾只想让他知道，在姑眼中，他从不是沟渠里的污泥，他是那株不肯折断的春桃，是那朵迎风盛开的野花，也是吾寻觅多年唯一想摘下的那轮明月。姑做太子时，天资奇仪，盛尽日积。先皇夸姑素有厚德，贤明四海属望，风头无二。然则姑要这史书如实记载，赵成渊千古一帝，喜夺第7，从不是什么清风霁月的君子。吾之皇后，实为吾之逆鳞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